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灵异事件吗？欢迎收听由怪谈传说为您演播的惊悚故事。夜沉沉地压在车顶上，天空像被墨汁浸透，连星星都不敢露头。程宇单手握着方向盘，另一只手下意识地敲击着中控台。他刚从台中市区的客户那边赶回来，本想走高速公路，但导航却因不明原因失灵，硬是把他导向了大肚山例行产业道路，一条鲜少有人夜晚通行的偏僻山路。你准备好看完这个故事了吗？他扫了一眼仪表盘，时间停在3点13分。怪了他嘀咕到指尖划过车载屏幕，却发现导航画面卡在某个静止的界面，不断闪烁着重新计算路线的提示。窗外的世界被一层淡淡的雾气笼罩，远方的山脊线模糊成一片。他打开车窗，夜风却没有带来应有的凉意，反而是一种微妙的沉闷感，像是空气里有什么东西滞留不散。车灯照射出的道路绵长而孤独，两侧尽是茂密的树林，偶尔有枯叶被风吹过，发出窸窣的声响。车内的广播突然撕拉一声，像是信号干扰，接着一个低沉模糊的声音断断续续地响起：前方200公尺。程宇猛地皱起眉头，广播什么时候开的？他伸手去调试频道，电波雪花声短暂消失，随即传来一个沙哑的声音，像是某种扭曲的人声：你还记得吗？他的心跳猛然加快，头皮瞬间发麻。不对劲，这条路太安静了，安静的仿佛整个世界只剩下他一个人。程宇深吸一口气，摇摇头，让自己冷静。或许是熬夜导致的神经过敏，也可能是这台车载系统出了故障，自动播放了某个未存档的广播节目。他不想往诡异的方向去想，但一种莫名的不安像藤蔓一样攀上了他的胸口，让他觉得透不过气。他再次看向仪表盘，3点13，还是没有变化。为什么时间没有动？他狠狠眨了下眼睛，再看一次，这次时间跳到了3点14分，短短1分钟，却像过了一个世纪。他甩了甩头，告诉自己别想太多，一脚踩下油门，继续前行。但刚驶出不到50公尺，他的余光瞥见了路旁的某个身影，一个佝偻的老妇人，站在雾气里，缓慢地抬起手，示意他停车。程宇的手指瞬间僵住，怎么会有人在这里？深山里，一个老人，凌晨3点，车灯照亮了他的身影，影子在地面拉得极长，身上穿着一件褪色的旧棉袄，灰白色的头发凌乱地披散着，他的脸被阴影遮住，看不清表情，只有一双浑浊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他。程宇心头猛跳，指尖在方向盘上微微发紧，是要停车吗？还是直接开过去？这条路根本不可能有人步行，他到底是怎么来的？车内的广播突然咔嚓一声，那个诡异的声音再次响起，带着模糊的杂音：你还记得吗？后视镜里，老妇人没有动，但她的嘴角似乎微微弯起了一点弧度。程宇猛然一个机灵，脚下却不由自主地放慢了速度。他真的应该停下来吗？程宇的脚缓缓踩下刹车，轮胎与沥青路面摩擦的声音在寂静的山道上格外刺耳。他的理智告诉他不应该停下，但身体却仿佛被某种无形的力量牵引着，让他无法忽视路边那位静静站立的老妇人。他在等着他。车灯的光打在老妇人身上，她的影子诡异地拉得很长，仿佛要延伸到黑暗的尽头。程宇的手心沁出了冷汗，他用力吞了口唾沫，缓缓降下车窗。阿嬷，这么晚了，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？他的声音听起来比想象中虚弱。老妇人没有回答，她的目光始终没有从他身上移开。风吹起她凌乱的白发，脸庞终于浮现出一丝轮廓，皮肤干便满是皱纹，嘴角微微下垂，仿佛在轻声叹息。程宇的后背窜起一股寒意，他不自觉地握紧方向盘，心跳在耳边轰鸣。老妇人缓缓地抬起手，手指弯曲的像枯槁的树枝，指了指副驾驶座，声音低沉而沙哑：送我一程。程宇的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样，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回应。他看了看四周，这里没有村落，也没有公车站。按理来说，一个年迈的妇人不可能独自出现在这条偏僻的山路上，她到底是怎么来的？他迟疑了一下，
最终还是点了点头，按下了车门解锁键。上车吧。咔嗒，车门开了，老妇人缓缓地走向副驾驶座，她的动作很慢，每一步都像是在拖拽着什么沉重的东西。程宇的手指无意识地在大腿上敲了敲，试图缓解莫名的紧张感。老妇人终于坐上了车，车门砰的一声关上，车内的气温似乎骤降了1-2度，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淡淡的潮湿气息，夹杂着一丝霉味，像是某种被时间遗忘的气息。要去哪里？程宇试图让自己的语气听起来正常一些。老妇人仍旧盯着前方，声音仿佛是从喉咙深处挤出来的。往前开。程宇点点头，踩下油门，车子缓缓向前驶去。然而气氛却越发诡异，老妇人一动不动，甚至连眼睛都没有眨一下。程宇的余光瞥向她，注意到她的双手紧紧交叠在膝盖上，指甲泛黄且破裂，像是经历了长时间的风吹日晒。她的嘴唇轻轻颤抖着，似乎在喃喃自语，但声音轻微到几乎听不见。忽然她低声说道：“你还记得吗？”程宇猛地一震，手中的方向盘几乎打滑。这句话，刚才的收音机里那个诡异的声音。他的呼吸急促了一下，强迫自己镇定下来，勉强笑了笑：“阿嬷，我们应该是第一次见面吧？我不记得，应该不认识你。”老妇人缓缓转过头，终于直视着他，她的眼睛浑浊深陷，像一口干枯的深井，没有一丝光亮。她的嘴唇微微蠕动，语气轻的几乎要被风吹散：“你当然记得。”程宇的手猛地抓紧了方向盘，背脊发凉。他不记得，还是说他在刻意遗忘？时间过去了1分钟，车子缓缓驶过弯道，周围的雾气似乎更浓了，像是缠绕在道路上的鬼魂，不肯散去。程宇盯着前方，尽量让自己不去想副驾驶座上的人，但他无法忽视那个不断萦绕在脑海中的问题：他真的不记得吗？而如果他真的不认识他，他为什么说你当然记得？气氛在沉默中变得压抑到他忍不住去看了眼时间，3点33分。程宇的心脏猛地一跳，等等，刚才不是3比14吗？他几乎是本能的回头去看老妇人，但副驾驶座空空如也，老妇人消失了。程宇的呼吸瞬间凝固，额头渗出冷汗，他猛然一脚踩住刹车，车轮发出刺耳的摩擦声，车子停在路中央。他转头，空荡荡的副驾驶座上残留着一丝淡淡的霉味。程宇的手指发麻，抬头看向后视镜，镜子里老妇人正坐在后座，嘴角微微翘起，对着他露出一个诡异的笑容。程宇的心脏仿佛骤然停跳。后视镜里，老妇人静静地坐在后座，嘴角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，那张浑浊而死寂的脸在夜色里显得诡异异常。他想要转头确认，可理智却死死地拉住了他，不能回头，绝对不能。冷汗从额头渗出，顺着太阳穴滑落，他的手僵硬地握住方向盘，尽可能控制自己的呼吸。眼前的道路依旧被雾气笼罩，车灯的光柱在黑暗中显得孱弱无力，就像一个即将熄灭的烛火。刚才他明明坐在副驾驶座上，他是怎么跑到后座的？还是说他从一开始就从未真正存在过？广播再次响起，带着熟悉的噪音，像是有人在远方低声呓语。前方200公尺。程宇的脊背瞬间炸起一片鸡皮疙瘩，这声音他听过，不对，不只是听过这句话，刚才已经重复过一次了。他猛地踩下油门，车子顿时加速冲出弯道，他的指尖死死攥着方向盘，指节因为过度用力而泛白。只要冲出这段山路，一切都会恢复正常，一定会。然而几秒钟后，他的瞳孔骤然收缩，前方的路标赫然写着前方200公尺。他的呼吸顿时一滞，怎么可能？他明明一直往前开，可他又回到了相同的地方，像是一场看不见的噩梦。他被困在了一个无尽的回路里，车速在他的踩踏下越来越快，但他根本不知道自己是否真的在前进，还是只是不断绕回原点。这不可能！程宇低声喃喃，额头浸满冷汗。他猛地抓起手机，想要看看 GPS 定位，然而屏幕上只显示着一个空白的坐标点。
没有路线，没有目标，甚至连卫星信号都彻底丢失，仿佛他已经不属于这个世界。他的手微微颤抖，喉咙干涩的几乎要裂开。就在他即将绝望的时候，他看到前方的雾气中隐隐有一道微弱的灯光在闪烁，是一辆摩托车。一个骑士缓缓地从雾里浮现出来，机车的红色尾灯在夜色中一明一暗，就像黑暗里唯一的指引。程宇的心猛然一提，手脚几乎是本能的反应，立刻踩下油门，朝那辆摩托车追去。只要跟着他，就一定能离开这里。摩托车的速度不快，像是在故意等他一样，始终保持在他前方不远处。程宇紧紧盯着那抹红光，心跳终于稍微恢复了一点节奏。谢天谢地，终于碰到活人了，他自言自语，嘴角甚至带上了一丝庆幸的笑意。前方是一个大幅度的弯道，摩托车缓缓拐入弯道后，灯光消失在视线之外，程宇紧随其后，脚下的油门不敢松懈。然而就在他冲出弯道的那一瞬间，前方的路上空无一物，摩托车不见了，连车灯的余晖都没有，只剩下一顶安全帽孤零零地倒在路中央，表面还残留着未干的雨水，像是刚刚被人放置在那里。程宇的脑袋嗡的一声炸开，他的手指死死攥着方向盘，浑身冷得像是坠入冰窖。怎么可能骑士呢？刚才明明还在前面。他颤抖着伸手打开远光灯，四周的雾气被短暂驱散，视野稍微清晰了一点，然而空气里只有死寂。耳边广播的声音再次刺破沉默：你以为你能逃出去？一道微弱的影子在后视镜里浮现出来，程宇的心脏猛地一缩。后视镜里，老妇人坐在后座，嘴唇微微翕动，仿佛在轻声诉说着什么，而她的嘴角依旧带着那抹诡异的笑意。后视镜中的老妇人嘴唇微微颤动，像是在低声念诵着什么。她的眼神浑浊，却死死地盯着程宇的后脑勺，嘴角弧度微妙的上扬，仿佛对他的恐惧感到满意。车内的温度仿佛降到了冰点，程宇的呼吸急促，汗水沿着鬓角滑落。他拼命告诉自己，这不是真的，他只是太累了，出现了幻觉。但他的手指已经开始发麻，腿也因为踩紧油门而僵硬的发痛。他不敢再去看后视镜，他知道他在那里。车速飙升，山路两侧的树木飞快地倒退，远方的雾气逐渐散开，露出一条笔直的下坡路，冲过去就能离开。他狠狠踩下油门，发动机发出嘶吼，车身猛地向前冲去。但就在这时，他听到了一个微弱的哭声，是孩子的哭声，细细的，带着委屈与惊恐，仿佛一个迷路的孩子孤零零地站在路边。哭声逐渐变大，充满了整个车厢，像是从四面八方渗透进来，钻进他的耳朵，盘踞在他的脑海里，让他几乎无法思考。呜呜呜！程宇猛然抓住方向盘，心脏跳得快要炸裂，耳朵里嗡嗡作响，哭声变得越来越清晰，越来越真实，像是一个受惊的孩子就坐在车后座，低着头，紧紧抱着自己，身体微微颤抖。他该回头吗？不能看。程宇的手指因为用力过度，指关节泛白，他死死盯着前方的道路，呼吸急促的像是要撕裂喉咙。但那哭声里带着一种难以形容的熟悉感，像是曾经听过的某个声音。他不敢深想，可脑海里却猛地浮现出一个模糊的画面：一条破旧的山路，一辆倾翻的摩托车，一地猩红的血迹，还有一个小女孩苍白的脸，瞪大眼睛倒在地上，嘴角仍挂着尚未哭完的泪水。他的手猛然一抖，呼吸顿时停滞。不可能，他什么时候见过这种场景？哭声逐渐低了下来，变得像耳语一样缠绕在他的耳边。你还记得吗？是那个老妇人的声音。你当然记得。程宇的手指猛地收紧，指甲几乎要嵌入皮肉。记得什么？这时雾气中渐渐浮现出一个小小的身影，他看见路边站着一个穿着红色洋装的小女孩，低着头，肩膀微微颤抖，她的头发凌乱，双手紧紧攥着裙摆，像是在强忍着哭泣。程宇的心跳仿佛漏了一拍，车灯照在他身上，他的影子却诡异地向后延伸，
远远超出了正常长度，仿佛连着黑暗的另一端。小女孩缓缓抬起头，那张脸苍白的毫无血色，眼眶深陷，黑白分明的眼睛直直地看着她。她的嘴巴动了动，无声地说了一句话。程宇猛地倒吸一口气，手指剧烈颤抖。那句话是：为什么丢下我？轰！他的大脑像是被雷击中了一样，一片空白，胃里一阵翻腾，整个人都要窒息了。他认识他，他不是幻觉，他不是鬼魂，他是他遗忘的人。而这一刻，他终于明白了一件事，他根本不是偶然误闯入这条山路，他本就不该离开。轰！程宇的脑海里仿佛有什么东西炸开了，一段段模糊的记忆碎片如潮水般涌入，让他眼前一黑，呼吸瞬间变得急促而紊乱。那张小女孩的脸，那红色洋装，她的眼神，她的哭泣，她的嘴唇无声的颤动。他认识她，他不只是见过她，而是他曾经抛弃过她。程宇的胃部一阵翻腾，寒意顺着脊椎直冲脑门。他双手猛地收紧方向盘，冷汗大滴大滴的从额角滑落，指节苍白如纸。他不敢再看向路边，但小女孩的影像却牢牢定在他的脑海中，挥之不去。他说：为什么丢下我？那一刻，他的耳边响起了另一个模糊的声音，一个低沉而沙哑的声音在他脑海里回荡：你不该离开。广播又一次，滋的一声，声音断断续续，仿佛是在重复播放某个不完整的讯息。你还记得吗？前方200公尺。程宇猛地睁大眼睛，冷不丁地抬头看向前方，路标上赫然写着前方200公尺，又是这里。他的头皮一阵炸裂，胃部剧烈收缩，指甲死死地扣紧方向盘里。不可能，他明明一直在向前开，为什么还在这里？他下意识地猛打方向盘，试图改变路线，可是路的两旁没有岔口，他陷入了一个无限循环的噩梦，一个无法逃离的轮回。车速越来越快，仪表盘上的指针已经飙到了120公里每小时。风从微微开着的车窗灌进来，刺骨冰冷。程宇的胸口剧烈起伏，心跳快得几乎要炸裂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到底要我做什么？他猛地怒吼出来，声音带着失控的颤抖。然而没有人回应他，只有那台诡异的广播仍在断断续续地播放着相同的内容。前方200公尺。他的耳朵嗡嗡作响，眼前的视线已经开始模糊。他疯了一样狠狠踩下油门，发动机发出一声悲鸣般的怒吼，车子像脱缰的野兽朝前狂冲。可是他依然回到了同样的地方，路标前方200公尺，依旧静静地站在那里，像是某种无声的嘲讽。程宇的身体猛然僵住，一股彻底的绝望将他吞噬，他逃不出去。脑海里一个被尘封的画面终于完整的浮现出来，那个下雨的夜晚，这条路，那个小女孩，她开着车，风挡玻璃上满是雨水，视线模糊，然后一道红色的影子突然冲了出来。他来不及反应，砰，车身猛然一震，他惊恐地看着前方，看到倒在血泊中的小女孩，她的眼睛还睁着，泪水混着雨水流淌在脸上，她还在哭。我不是故意的。程宇的呼吸变得急促，双手死死地捂住耳朵，想要阻止那些记忆涌入，可是已经太迟了。他记起来了，那个夜晚，他没有报警，也没有下车查看，他只是在恐惧中颤抖着松开刹车，踩下油门，逃离了现场。他抛弃了他。耳边的哭声戛然而止，程宇猛地睁开眼睛，四周变得死一般的寂静，广播的噪音停止了，风不再吹拂，连树叶的摩擦声都彻底消失。然后后视镜里，老妇人的脸再次浮现出来，她的嘴唇微微张开，语气轻得像风一样，悠悠地说道：这次你逃不掉了。程宇的呼吸停滞了。后视镜里，老妇人的脸越来越清晰，那双浑浊的眼睛里倒映着她的脸，仿佛要把她吞噬进去。她的嘴唇微微翕动，像是在念诵着什么。这次你逃不掉了。她的声音在车厢里回荡，如同诅咒一般，每一个字都敲打在程宇的心脏上。他的手指僵硬地握着方向盘，浑身冰冷的像是坠入深海，
冷汗浸湿了衣领，耳边的哭声再次响起，细细的、柔柔的，却充满着控诉。他猛地抬头，看向前方的道路，一抹红色的身影静静地站在路中央。小女孩穿着那件红色洋装，低着头，双手紧紧地拽着裙摆，她的肩膀微微颤抖，仿佛还沉浸在那场无尽的悲伤里。车灯照在她身上，但她的影子却诡异地向后拉长，仿佛被困在另一片世界的裂缝中。她来了。程宇的脑海里一片空白，他本能地猛打方向盘，试图避开她，可是车子无法转向，方向盘像是被某种无形的力量锁死。他的双手使出全力，却根本动不了分毫。小女孩缓缓抬起头，脸色惨白的几乎透明，眼眶深陷，黑白分明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他。他的嘴唇动了动，无声地说了一句话：“你该还回来了。”程宇的瞳孔猛然收缩，下一秒，轰！车子仿佛被一股巨大而无形的力量狠狠推翻，整个车身在半空中翻滚，玻璃破裂的声音混杂着尖锐的金属撕裂声，在黑暗的山道上炸裂开来。程宇的身体被安全带狠狠勒住，脖子几乎要被扯断，他的脑袋剧烈撞击着车底，鲜血顺着额角流淌下来，模糊了视线。车子翻滚了3圈，最后重重地撞上了一棵歪斜的老树，车头彻底变形，黑烟从引擎盖里涌出，他的视线开始涣散，呼吸变得极为沉重，胸口像是被千斤巨石压住，无法动弹，耳边的哭声渐渐远去，取而代之的是老妇人悠悠的叹息声。程宇的意识模糊了，他感觉到自己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拉扯着，灵魂在一点一点的剥离躯壳，那双手冰冷而枯瘦，带着岁月腐朽的气息。他想挣扎，可是身体已经不受控制，四周的景色慢慢扭曲塌陷，黑暗像潮水般将他吞没。最后他听到了小女孩的声音，那声音轻轻的，带着一丝解脱的意味：“我们回家吧。”夜色笼罩着大肚山，雾气悄然弥漫，一切恢复了死一般的沉寂。路边的告示牌依旧静静地立在那里，前方200公尺的字样在微弱的车灯映照下显得格外刺眼。一辆严重变形的车辆横倒在路旁，黑烟袅袅升起，车头已经彻底凹陷，挡风玻璃布满裂痕，而驾驶座上空无一人。程宇消失了。远处树林的阴影里，一个模糊的身影站在黑暗中，嘴角微微翘起，风吹过，树叶发出簌簌声响，仿佛是夜色在低语。而在后视镜的倒影里，老妇人依旧坐在那里，静静地注视着这一切，脸上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微笑。凌晨4点半，一辆砂石车司机沿着例行产业道路行驶，他是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，这条山路他跑了几10年，深知这里的诡异传闻，因此从不过多停留。但那天他还是停下了，因为他看到了一辆撞毁的黑色轿车，车门半开着，驾驶座上的人不见了。他走近查看，车头严重凹陷，仪表盘上的时间停留在3点33分。车内安全带被解开，驾驶座上空无一人，没有血迹，没有挣扎的痕迹，甚至连一丝人体残留的温度都没有，就像车内的乘客从未存在过一样。砂石车司机吞了吞口水，心里隐隐感到不安。他掏出手机准备报警，但就在他抬头的瞬间，瞳孔骤然收缩，后视镜里他看到了一张脸，老妇人，苍白干枯的脸，静静地贴在镜子上，浑浊的双眼与他对视，嘴角微微弯起一个奇怪的弧度。砂石车司机猛地回头，空无一人，镜子里什么都没有。电话从他颤抖的手里掉落，砸在泥地里，屏幕闪烁着未拨出的号码。司机不敢再多看一眼，颤抖着爬上车，猛踩油门离开了这片诡异的山道。夜深时分，大肚山的雾气又一次升起，静静地缠绕在山路两侧的树丛里。一道微弱的红色身影出现在某个路标前，低垂着头，静静地站着。不远处的树林里，一道苍白的影子缓缓浮现，嘴角依旧挂着那一丝诡异的笑意。风吹过，掠过前方200公尺的告示牌，让那几个字在夜色中微微颤抖，仿佛某种无形的低语。你可以选择相信这只是个故事，也可以选择不走这条路。但如果你某天深夜行车，
发现导航反复让你转向某个陌生的山道，广播里传来断断续续的呢喃，千万不要回头，因为他们一直都在那里，等着你回去。